大家好，新家今天要来推荐日本 IKEA 新品啦。这次想要的商品，新宿涩谷店都不齐全，坐1个多小时的车跑来 IKEA 新三乡店。这次除了挑新品，还要来房间大改造。今年改变以往省钱捡便宜风格，要让生活有质感一点，减少大创100元商品的展示，还有比较很久，使用上超便利的收纳用品，以及用餐时的仪式感，真的有需要吗？冬天收棉被的大袋子，新旧款比较，哪一款比较推荐呢？没抢到的遗珠之憾跟未来购物清单分享。那台湾买得到的商品会在金额打上 NT 哦，30件超多商品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是目前看过最美最简单的晒衣夹，台湾也有贩售，台币179元，总共有24个夹子。它不用的时候还有收纳功能，一开始需要稍微组装夹子，需要打开夹子再往下压，对小朋友来说有点困难。平常不用的时候，同一个方向夹子就会收起来，而且它还有增加紫外线防护处理。经过1个月的试用心得，从第1天使用之后，新疆就不太用这个晒衣夹，它好看好收纳，手捏夹子的地方呢不太顺手，吊衣杆不能太高，手腕不能太硬，但是新妈还是蛮喜欢，可以接受。大家喜欢美观多一点还是便利多一点呢？那关于衣架，还有这个辛巴很需要的小物，准备隔天要穿的衣服，有时候挂钩不够吗？ IKEA 出了这个衣架辅助钩，像这样套在自己家里的衣架上，就可以把辛巴的背心挂上来，西装裤也可以再挂上去哦。还有这个衣橱辅助片，它的味道虽然偏淡，但是辛妈是要拿它来消耗家里面不用的香水，有些别人送的香水不知道怎么处理吗？推荐把它喷在这个板子上，放在衣橱里面，整个衣橱味道真的非常香。那除了衣橱以外，它还可以单独拿下来挂在衣架上，就可以单件衣服也香喷喷的哦。每次来 IKEA 都会想要把餐桌弄得更有仪式感，虽然被下令禁止再买吃饭的碗盘，但是家里面好像没有适合装蛋糕的盘子。IKEA 的碗盘、杯子、玻璃类的商品都很耐用，虽然它们大多都偏重。这次放个微波食品给大家参考对比看看，刚好在全家看到这个好吃的微波食品，微波来看看，搭配一般般的保鲜盒，平常1个人在家随便吃，大概就会像这个样子。换盘子就有点像我们去店面吃饭的感觉，明明差不多的东西，小孩却喜欢去外面吃。一样的手做蛋糕，有仪式感跟没有仪式感，是不是真的有点落差呢？新家也还在努力学习摆盘当中。大家的袜子、小东西都是怎么规划抽屉的呢？自从换信讲自己收袜子、小内裤之后，这样小格小格的收纳对他来说好像有点太麻烦。最近很多品牌都有出的伸缩收纳盒，终于找到满意的设计与款式。会选这款是因为它的伸缩超级顺手，总共4种尺寸，还可以堆叠收纳。最重要的还有买了才发现它是台湾制的哦。但是如果需要更大的伸缩，可以参考宜得利的收纳盒，虽然比较贵，但是它的边边是直角，不会浪费任何收纳空间，很适合厨房收纳平底锅或者是砧板。这次也发现 IKEA 的贴纸友善很多，不太会留残胶，都可以直接撕下来延伸储物盒，不管是横的、直的收纳都很方便。把它拉长啊，就几乎能刚刚好符合抽屉的长度。稍微确认好位置之后，就把它交给主人来整理，小朋友使用也很顺手。以外呢，像这样袜子太少容易乱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把伸缩盒收小，就可以减少东西变乱的机会。像这样容量变大，也变得更整齐。接下来是最重要的房间大改造，看看改造之前跟改造之后是不是真的有落差呢？在开箱房间之前呢，先来推荐最近改善睡眠的好物。首先是它的体积，看得出来它是一个床垫吗？所以还要附上一个专门打开塑胶套的刀片。虽然是床垫，但是包装成这样轻巧方便好使用，一个女生安置也都不太有问题。但是偶尔还是装个
柔弱，给辛巴展现一下。这次是得到德国 Emma 床垫邀请试用，等我们躺1个月后再来看看心得。我要来分享试躺 Emma 床垫之后的心得给大家。所以你觉得床垫躺起来怎么样？我觉得蛮好躺的，试躺1个月觉得它软硬适中，早上起来背都比较不会痛。我躺了1个月之后，腰都比较不会酸，而且早上起来也不会有很累感。因为它这个下面有独立筒，第一层保持凉感透气，第2层有专利开孔设计，自动调节床垫温度湿度，还有支撑脊椎，适合各种睡姿的棉层。然后最下面是独立筒，整个包覆支撑我们的身体。它使用的技术可以自动调节温度。原来它有恒温功效。最近看信仰睡觉，它就比较不会流汗。然后我发现我现在陪他睡觉睡到一半，要跑走都变得很好。对，好像比较不会有声音。我们的铁床架之前睡觉不是都会有嘎啦嘎啦的声音吗？然后换成黑钻石床垫，带有超抗扰和均衡支撑，放一杯水在床上翻身都不用怕它翻的。像我现在等信讲睡着爬起来，它都比较不会有震动，然后也没什么声音，不会把它吵起来。那你示范水杯放在这里，不怕翻倒？卧套他们的保洁垫，它有益生菌、抗螨虫的设计，不用担心弄脏，而且它们可以整个拆下，我真的觉得还蛮强的，它可以整个这样。床整个拆下就变成裸体的那个支架在那里。那你会推荐给比较爱睡软床的妈妈吗？妈，他们可以去门市试躺看看。德国 Emma 床垫全台都可以寄送到家，免费试躺100天，还有保固10年。那黑钻石记忆枕头呢？我觉得蛮软，但对我来说好像枕头太高。不知道它可以调整高度吗？我以为你喜欢睡高的，我自己就有拆掉1层，现在帮你拆掉。我可以拆掉中间这1层，或者是拆掉中间，拆掉2层。这2层会不会太低啊？太低。你儿子睡不是说他要睡1层？那下次可以叫妈他们来试看，上次他们睡5人本的床都觉得不好看。很推荐德国品牌的 Emma 床垫，它是目前床垫全球获奖最多的品牌，全球累计销售过700万张，解决睡眠问题。现在还有折上折，超划算！为了母亲节独家最优惠55折起，现在要新加的折扣码 SING10，母亲节活动之后还有打9折哦。详细资讯请参考描述栏哦。房间总共选了10样商品，首先是这款增加氛围感的地毯，有2款颜色，2个尺寸可以选择，线条颗粒做立体，凸凸的设计，坐在地毯上屁股会有点痛，可以机洗也能用吸尘器清洁。看看有使用地毯跟没有使用的差别，大家比较喜欢哪种感觉呢？那这次房间最喜欢的小巧思，眼不见为净的收纳篮，床边小物或者是看起来太乱的东西，统统丢进来。它的软壳收纳适合各种形状，再盖上1层遮羞布，就是超完美的装饰收纳，也可以拿来当植物、花盆装饰哦。那另外是每个花色都好美的枕头套，但是房间的色调还没有挑选完，所以先选一个安全基底色调的枕头套，之后要搭配任何颜色都很好驾驭。像这样加几个抱枕之后，让沙发椅焕然一新。另外还有这个偶尔可以拿来坐在地上的小枕头，也是 IKEA 的商品，总共有4个颜色哦。房间想换风格，当然不能忘记窗帘。这次换掉房间原本比较可爱的海星窗帘，开箱才发现忘记加购他们的窗帘钩，隔天又跑了一趟。那 IKEA 的窗帘有3种吊挂方式可以加购，像这样放在窗帘杆、滑轨或者是挂钩上，需要用钩子做出皱褶，蛮特别的设计。看看两边的差别，这次选不太遮光单层窗帘。房间变亮变柔和以外，颜色跟墙壁相近，视觉效果空间也变大咯。这次房间的遗珠之憾3个代购物商品，第一个是社会企划合作的坐垫，来看看之后摆在家里的感觉，推荐在购买前先上摆设看看适不适合，选完之后尺寸颜色整体风格的感觉，最后如果把镜子、椅子跟竹篮都带回来，房间就会变成这个感觉哟。然后是这次会去购买想改造家里的主要商品，想要类似洞洞板的墙面收纳，但是这边又没有很适合洞洞板。这次找到有点类似，但是再简约一点的设计，壁面是收纳板8件组
另外它里面没有附墙壁的螺丝或者是挂钩，要另外购买。螺丝还建议是这种接触面是平的款式，而且还建议要水平尺才能确保平衡。其实只要把手机架上去，开相机模式，相机里面就会有简易版的水平尺，像这样有保持水平就会变成橘色，然后消失简易版的水平尺哦。超级喜欢这个壁面收纳的设计，大小也刚好，目前只有一款颜色哦。然后是换季的时候都会犹豫想购买的商品，这次在跑一趟的时候买了2款回来，说冬天需要比较大件密封起来的棉被外套。白色这款是可以用湿布擦，比较防水的材质，另外一款比较常见，住在台湾的时候使用过，发霉的话就很难救回来，家里偏潮湿的话不太建议使用，硬的收纳看起来比较不会凌乱，像这样把冬天的棉被压缩收纳起来，它侧边还有透气孔。另外一款一样收压缩棉被，像这样2款的差别，白色用久了应该会皱，但是不硬的材质也可以收纳其他形状的商品。最后把比较不怕受潮的收纳袋放在床底下，尼龙布材质的放在衣服上方，长灰尘可以用吸尘器打扫哦。大家觉得这款会不推荐购买吗？最后是这次没有列入介绍的商品，给大家参考，可以当餐垫，也能当摆饰的桌布。还有这个拿来当收纳的竹杯，要拿来增加仪式感的餐纸收纳盒，不太适合台湾卫生纸的竹盒，应该是专为日本这种尺寸设计的。最后是可以折叠的水桶，特地买它来清洁内衣裤。简单设计，有挂钩，还有橘色的款式。大家最喜欢这次的哪款商品呢？或者是觉得这3件商品最想看到哪件被带回来呢？留言跟我们说哦。喜欢我们的介绍，想多看日本推荐，记得追踪社群，才不会错过最新消息哟。谢谢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大家分享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市场。可以讲大声一点，有自信一点，就直接不是你要重来。